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搞的是天下大乱啊！台湾方面呢，则是看到跟美国终于在1月份达成了贸易协议。那台湾输往美国的关税呢，从先前的20%啊下调到15%，跟日本和韩国是一样。不过韩国一度是面临现在回调25%的这个突发状况。而且呢，台湾这次谈到的税率是不叠加的最惠国待遇的税率。那台湾的半导体跟科技产业呢，将要进行至少2500亿美元的新直接投资，用在到美国去建立跟扩充先进半导体、能源以及人工智慧的生产与创新能力这些相关的投资啊。这个刚刚也提到了2500亿，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字。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会呢，在日前也发布了2026年工具机展望，表示呢，这个整个产业工具机的产值跟出口获利将会在2026年全面苏醒。那么工具机呢，今年出口到美国至少可以成长6%到8%。但是也有人担心，就是先前呢，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他不是说吗？除了说要让美国的总统川普开心以外呢，他说呢，这次美国的战略就是呢，把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产能的40%转移到美国，所以担心的人就说呢，这样会使得台湾失去了半导体生产的世界地位啊。所以骆老师觉得，目前我们看，当然这个还必须要等到国会整个后续的通过。可是就目前谈到的，我在之前也听到了童子贤，就是他说他是用乐观的态度来看这次整个台美关税最后的一个谈判结果哈。您觉得对于哪些行业是利多，那哪一些又是风险？利多的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工具机对他们讲是利多，因为过去因为日元贬值，还有对等关税，去年对我们工具机产业影响很大，冲击很大。那现在既然关税是15%啊，不高于日本、韩国跟他们其一的这个税率，所以表示这是15%，就是他们的保命符，也是具备应该有的竞争力。所以对工具产业来讲，今年绝对是他们的复苏的这个一年。第二个就是同样的，还是 ICT 产业，还有这个 AI 伺服器这个供应链。那我们仍然在这个产业维持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这些 CSP 业者呢，都只有跟台湾来下订单。我们台湾在机柜伺服器市场又保有国际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部分还是持续会畅旺。只要 AI 畅旺，那他们就持续畅旺。那第三个呢，因为 AI 要用到电，所以重电跟能源基础设施这方面我相信这个产业会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台达电过去都没有什么特别表现，但去年就表现非常好。那像重电的话，有华电还有士电这些重电的这些公司呢，去年它的股价都这个上涨超过1000块以上。像我一个朋友，他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们做这个 AI 伺服器里面的那个线束，他的股票去年涨到1700块。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去年都是他们爆发的一年。那今年只要 AI 持续畅旺 ，CSP 业者持续资本支出有这么大的话，那他们就会持续的好。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些产业都是我们的今年最有竞争力的行业。OK， 所以因为我看从2025一直到2026年年初整个股市是呈现一个蛮两极化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半导体AI 高科技相关的类股是一路狂飙，甚至呢使得整个大盘就坐稳了3万点当然今年大家也在看说会继续上攻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整个大趋势怎么观察？还有包括特别是传产会担心 ，OK， 它会拉开，就是它跟大盘是脱钩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台股现在跟美国的股市联动性很高，联动性非常强。所以如果美股持续畅旺的话，那我想台股就不会弱，也会跟着持续走。那至于传统产业的话，今年应该会相对比去年要好一点，因为去年呢是一个不确定关税的年，所以大家一直心浮不定，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现在传统产业它既然有了 AI 的工具，那除了传统产业如何运用这个 AI 的工具，发展新的创新能力，这就是今年他们复苏的一年。所以产省可以好好利用这一年。对，像去年我们的巨大这些自行车业者就受伤都有，所以希望今年他们能够改善，然后能够充分的运用 AI 的这个工具，好好来发挥它的创新能力。
OK 创造它应该有的业绩。我们提到了 AI，其实在2026这个 AI 的大趋势一定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 AI 是越来越畅旺。但是 AI 会不会相对的也剥夺掉或者取代掉很多的工作机会呢？这也是很多的上班族特别是尤其是白领精英会担心的事情。Morgan Stanley 他们有一个最新研究就显示说，英国企业呢，在过去12个月，因为导入 AI， 结果出现了大约8%的净职位流失。在所有受到调查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当中，英国是排名最高的这个调查了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跟澳洲这些国家，涵盖了消费、零售、房地产、交通、医疗设备，还有汽车5大产业。而报告也指出，虽然大部分的企业都因为 AI 的出现有提升效率，但是只有在英国，特别点名的英国是英国出现了裁减职位多于新增职位的情况，显示英国的劳动市场结构对于 AI 所带来的冲击应对的弹性相对不足。那除了英国，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呢，美国统计局把劳动生产力的计算方法那现在是定在是说呢，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总量除以工作小时数，所以呢，算了下来呢，第3季实质 GDP 年增率是4.3%。那只要工作小时数没有大幅增加，劳动生产力呢就有望大幅提升。那这个数据其实代表了今天的企业能够以更少的员工完成更多的工作。可是这种成长呢，其实更应该归出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为计算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像是简化了人才需求啦、自动化流程啦，还有提高营运效率等等不能完全说都是因为 AI 所以造成了整体效率的提升。好，所以跟计算方式有关的，但是 AI 相关的股票呢，在2025一直到今年2026年初呢，我们看到在股票市场就是这个整个交易市场还是非常的畅旺。可是对于劳动力的贡献，为什么反而不明显？黄老师觉得？哎呀，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泡沫？是大概你看到每一个这个欧洲、美国的谈话性节目都会财经台都会讨论，说法都不同。对，说法不一样。看完了以后，你还是没有答案。那 AI 基本上制造业自动化害得一堆蓝领被裁员，那 AI 害一堆白领被裁员。对，因为它不需要你。可是话再说回 ，AI 基本上它是就大的数据库里面的一些算力，去帮你的有逻辑性的帮你去找出一些解方，或者是一些你需要的答案，或者查找资料。这些算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脑力。换句话说，你要会用那个 AI， 你才能把 AI 发挥出来。所以 AI 如果说是科技，我去买 AI 的硬体，那个很快。但是你说人才的培育、组织的转型，我需不需要那么多人？谁管谁？这个管理的问题、在职再教育的问题，会决定那个他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人。要透过这些，他才能够更好运用 AI。我们如果以老师来当做例子如果是教授的话，如果现在面对 AI 的科技，因为学生一定要使用或者是学习 AI 的工具，那以教授来讲，比如说就是白领的阶级，那所以要如何不被 AI 给取代？我觉得最简单的讲，因为我是文科的，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工具都一样都是付费软体，对不对？可是你让大学部的学生去问一个问题求答案，跟研究所的人他问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教授当然就是更老练了。那更厉害的话，他会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一个问题，然后反复的去一直问这个问题，所以你答出来就会更精炼。我还是觉得啦，知识有的时候是靠积累的。那大数据跟冷的数字并没有办法取代知识。对，所以其实教授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要怎么样能够带领学生去问出更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对问题跟问错问题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 AI 可以帮助教授去查出来哪些学生用 AI 写答案。也是所以这个在 AI 时代确实要学会如何问更好的问题，这个是其实不只是白领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但是会引发什么样新的劳动问题？
当然啦，这个劳动问题我先讲一个事啊，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说，就整个一个台湾现在的股市嘛，就是去年我看是有这个一个人股民超150万的一个收益啊，平均比如150万，但实际上我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赚钱，因为都是买一些传统产业嘛，就买错了，买错了。那 AI 买 AI 就赚大钱嘛，那 AI 可能是有300万甚至更多。那当然了，这个 AI 对劳动当然是有这种情况嘛，懂 AI 的那当然薪水高。不懂的可能会被边缘甚至被裁员，这是我想在 AI 的一个劳动的改变了。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薪资会不同用，因为有些这个很会操作薪资的，会操作 AI， 然后当然薪资就高，不会操作就低。因为明明在台积电里面有些很薪水高，有些薪水很低，虽然都很高啊，但是实际上它就落差就有甚至有数十倍、数百倍那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歧视跟所谓的招聘不公平因为现在一出来就说要懂 AI， 那不会 AI 怎么办？对吧？因为就像我跟黄老师都是我们都教文科的，那教文科的何去何从？这是有一个部分。还有我觉得整个一个人力的市场会再分配。那显而易见呢，现在我记忆很深刻，现在在整个文科里面没有人要去念。